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谷歌测速，我们可以看到 ping 值的话在62，然后下载的话是在130左右。因为我的宽带的话是100兆的，而且所用的节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免费的 Cloudflare 搭建的节点。原因的话，我是采用了人工优学的方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讲的是优学 RP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搭建 Cloudflare 的科学上网节点，都是为了免费而去的。但是很多时候用不长久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优学 RP 的话出现问题，导致各种连接的话产生负一，或者是无法使用。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很难实现长久的免费使用。今天我给你们带来几种方案，都是手动优学 RP 的，并且延迟都比较低，速度的话比较快。有 Turbo 4K 的话，完全不是任何问题，能够跑满宽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为了照顾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，我这边的话，简单快速的创建一个科学上网节点，打开 Cloudflare， 打开之后的话，我们注册账号，然后点击左边的计算，点击 Work Pages， 选择创建应用程序。这边我们用 Pages， 所以说点击下面的开始使用。投放文件这里，我们直接点击右边的开始使用。创建项目名称，名称的话我们可以随便起，然后点击创建。创建好了之后的话，我们去这个 GitHub 上下载资产，打开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击 Code， 点击最后一个进行下载。下载好了之后，我们来到这里，点击这边的内容，选择我们的配置文件，然后点击部署站点，点击继续处理项目。我们再点击上方的设置按钮，在变量和密钥这里，我们点击添加变量。名称的话是 ADMIN， 值的话就是密码，这边的话可以随便输入，然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。保存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一个存储和数据库，我们点开，点击 WorksKV， 点击右上角的创建按钮，空间名称我们可以随便起，点击创建。接着我们重新回到刚才的项目这里，如果说没有显示的话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全部显示这里，打开，点击 Pages， 然后再点击这个项目名称。接着我们点击设置，这边有一个绑定，在绑定这里我们添加，点击一下，选择 KV 命名空间，变量名称我们选择大写的 KV， 命名空间选择刚才我们创建的命名空间，然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，点击上方的创建部署按钮，重新上传一次刚才的文件，点击保存并部署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地址，打开，出现这个欢迎语的话，就说明我们创建成功了。创建成功之后，我们在浏览器地址上方点击一下加入-admin 回车。来到这个登录页面之后，输入我们的管理员密码，密码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密码，点击登录。这样子我们完成了节点搭建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方案优选 RP。
接下来的话，我教你们如何优学 RP。那这个优学 RP 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优学订阅生成下方它有个订阅模式，我们把这个点开，我们选择下方的自定义订阅，然后把这个 Ctrl+A 全选删除。那等一下我们测试的 RP 的话，全部都要放到这里面去的。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网址，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内容是非常多的，我们直接按住 Ctrl+F， 输入按地区优学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按地区随机优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的，我们点开它，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国家可以选择，基本上欧美国家的话都是有的。像我的话在中国，所以说我一般情况下选择日本，或者说加拿大，或者说台湾省的节点离我比较近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以日本为例子，我就选择日本。然后下面一个随机50个，我们也可以点开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。我这边的话就选择20个好了。然后我们直接复制下面这个复制链接，再回到我们的管理页面后台，然后在这里进行捏贴一下就可以了。在这里进行捏贴，捏贴好了之后，点击下方的保存。好，配置已保存。保存之后，在自适应订阅这里，我们直接点击右边的复制订阅。我们打开我们的 BitTorrent， 打开之后，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名称的话，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，我这边的为了方便记，所以选择1。地址的话，我们直接 Ctrl+V 捏贴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点击下方的确定按钮。再选择这一个订阅分组，我们更新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出来了20个节点，然后我们 Ctrl+A 全选 ，Ctrl+R 测试延迟，然后再延迟进行排序下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出现8个节点都是日本的，我们直接选择第2个或第3个设为活动。下面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代理的话是否开启，要选择自动配置系统代理。这边的延迟的话已经出现了，延迟是64，应该来说的话是非常低的。好，出现延迟之后的话，我们重新回到这个 Google 的测速网站上，刷新一下网页。我们点击测速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 ping 值的话是56，下载的话是在91和92之间。因为我的宽带的话是100M 的，所以说的话，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。同样的，我们来到这个网站上，重新刷新一下网页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点属于哪里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属于日本千叶县的成田，属于一个日本节点，而且它的共享人数的话是比较低的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常用的网站能否打开，比如说云米打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没问题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tGPT， 好，也可以打开，没问题，都能够使用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种方案，第2种方案的话是优学域名，我们直接复制这个网站打开，我们直接往下面看，有一个第三方的 API， 这个 API 的话有3个，一个是电信、联通、移动。那我这边的话是移动，我们直接复制这个地址，复制过来之后，回到管理页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删除，我们直接点击订阅接口，然后在这里捏贴一下，后面的数字8就是我们的订阅数量，
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，改为10，点击可用性验证，点击追加结果，然后再点击保存按钮。好，配置已保存。同样的，我们复制这个订阅链接，然后回到 Victoria-N 这里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再新建一个别名，名称的话是2，我们再粘贴一下。同样的，我们把它更新一下。好，这里出现10个节点，全部都是移动的。因为我的宽带的话是移动的，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宽带选择。第一个的话是电信，第二个的话是联通，第三个的话是移动。同样的，我们 Ctrl+A 全选 ，Ctrl+2 测试延迟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是有延迟的。下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延迟的话是200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种方案。同样的，我们来到这里，这边的话有一个点击展开更多域名列表，我们点击一下，我们直接把这里的域名全部复制过来。同样的，我们回到这个管理页面后台，把这些全部取消掉，然后 Ctrl+V， 点击保存按钮。好，配置已保存，我们再订阅。同样的，我们打开 Victoria-N， 现在我们设置为3，然后再粘贴一下，再确定一下，再更新一下当前订阅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第3种方案的话也是可以的，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延迟。我们再按延迟进行排序一下，同样的大概有个7、8个左右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随便选择第一个或第二个设为活动，我们打开网页看一下，看看能否打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没问题。我们再随便测试一下速度怎么样，刷新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话也是速度不错的，ping 值72，下载的话也是120、130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址，我们打开它。这个 GitHub 的话也提供了很多的 API 的接口，我们直接往下面看，然后在这一行有一个 API 的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复制。复制好了之后，然后回到管理页面后台，把这个一样的删除掉，我们再粘贴一下，然后点击保存。我们再复制订阅链接，在 Victoria-N 这里，我们再新建一个，第4个，然后粘贴一下，我们再更新一下订阅。同样的，我们 Ctrl+A、Ctrl+2，这样的话就测试延迟。我们再排序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itHub 上提供的 API 的话，它的节点比较多，而且延迟的话都是比较低的。我们可以看到第4个方案这里有很多的国家可以选择，比如说香港、日本、美国、台湾都是有的。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新加坡都是可以选择的，我们就随便选择一个节点设为活动。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页面，再跑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东京的节点，延迟的话是58，速度的话依然是跑得非常快的。基本上这个速度的话，可以完全媲美普通的机场时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们看一下 YouTube 表现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看到是9万多、9万6千多，接近9万7左右，是非常的快的。现在是11万7千多，接近了12万左右的速度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已经有4个方案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案。最后一个方案的话，也是一个地址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这个 GitHub 地址的话，也同样提供了一个优选 IP 的方案。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它的话是本地的优选 IP 的方式，
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系统，比如说这边是Linux、Windows， 像我的话属于 Windows 的，我们选择这个 Windows 的按钮进行下载。下载好之后的话，我们打开它。在优选之前的话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要把我们的科学上网的软件的话进行关闭，然后选择允许访问。它叫我们复制这个地址，我们直接 Ctrl+C 复制，然后打开网页捏贴一下。打开这个网址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官方优选和非标优选，我们直接选择第一个。在测试网址这里，我们可以点开，这边的话有很多的选择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是选择移动专属的。像你们的话，有电信或者说联通的话，可以选择自动选择，或者说 Cloudflare 选择。我这边的话选择移动专属，然后点击下方的开始扫描与测试。我们稍微等待一下，大约需要10到20秒左右。扫描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11条的数据。第一个是香港，这个是德国，这个是新加坡、美国、法国都是有的。比如说第3条是新加坡的，它的话 IP 数量是96条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我们直接选择一键复制，然后它上面显示96条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条开始起，结束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30或者40都是可以的。然后选择下面的复制结果。复制完了之后，我们回到这个页面，进行捏贴一下。捏贴好了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。这些步骤的话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再复制订阅。同样的，我们新建一个，然后选择5。我们在地址这里捏贴一下，点击确定。选择这个分组之后，我们再更新一下。Ctrl+A 全选 ，Ctrl+R 测试延迟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得到的节点全部都是新加坡的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30个节点的话，只有1个是负1的，其他全部都是有延迟的，也就是说，其他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我就随机选择一个设为活动，打开这个测速网站，我们再刷新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节点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延迟的话是209，速度的话是110左右，也基本上能够跑满我的宽带。我之前说过，我的宽带的话是100M 的。接下来我们来 YouTube 刷新一下，同样的我们刷新一下 4K 视频。我们选择另外一个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开始的话是有11万多，我们现在看到7万多，7万3左右，13万多，接近9万，好，10万左右，还是非常快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已经介绍了5种优选 RP 的方式，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的，而且优选的 RP 质量都是非常高的，都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。好的。本期视频到这里为止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